这世上变化太多了，我们总想个法子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又顺心、又安心、又舒服。可有的时候，家里面有一些小的东西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可是它在悄悄地磨灭着你的运气，还有你的心情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你家里可能藏着3样不吉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说不定它们正是让你破财、走下坡路、影响你运气的幕后黑手。破损的镜子。在风水的追溯里，镜子不仅仅是一面反射影像的镜子，更是一扇通向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灵性之窗。它如一位沉默的观察者，映照着生活的完整轮廓与灵魂的真实面貌。然而，一面镜子出现了裂痕，破碎模糊的不清，所以投射出来的便不再是清晰和谐的画面，而是割裂的一些景象，扭曲的轮廓，仿佛将人的精神也一并的撕成了碎片。这种碎片的印象在风水上设为一种叫做破破之气的一些源头，不仅失去了招一些纳福的功能，反而如同打开了一道缝隙，让负能量渗入到家中。长期面对这样的镜子，居住者容易情绪起伏不定，内心焦虑不安，人际关系渐生了裂痕，往往内心比较不安的，所以呢，内心比较恐惧。一旦发现了镜子有损，绝不可以存侥幸心理，拖延不止不理，我们要果断地换为整新的镜子，加以修复，以重视起来我们家庭的温馨和谐。2. 枯萎的植物。绿意盎然的植物是大自然给予了居住最比较符合的一些信号，它们舒展的叶片如同伸向了阳光的手掌，吸纳着天地之间的精气和有活力，为空间注入了勃勃生机与宁静祥和的身份。然而，这些原本欣欣向荣的生命开始了叶片发黄，枝干干枯，花朵凋零，它们所传递的能量随之感受到了一些不适。在风水的象征体系中，枯萎的植物不再是生命的礼赞，而是衰败与停滞的一些预兆，宛如家中的悄悄响起的一声叹息。它们如同了沉默的警惕声，提醒了居住者的运势可能会正面的与无力感之中的，家庭的气氛可能会随之变得比较凝重又压抑。更一步的讲，这类失去了生命的植物会形成了一些的难过，阻碍了家中气流的顺畅运行，进而影响了一些整体的运势流转。所以与其执着于挽救一些注定没有复苏的植物，不如怀着感恩之心，将其妥善的去处理，并能够及时的引入了新鲜茁壮的新绿，让生命的律动再次的跳动家中的影响，反而会更好的去重获我们的光芒。3. 旧鞋的堆积。鞋子是我们行走于尘世间的忠诚伴侣，每一道磨损的痕迹都刻骨铭心着过往的旅程与足迹，它们承载着我们的踏过土地，经历了事故与积累的经验，是连接了外界与家门的重要媒介。那些早已不再合脚、不再穿的旧鞋子，随意的丢弃在角落、床底、储物柜，堆积如山，它们便不再只为动而产生了物质。在风水的视角下，这些带不去的旧鞋象征了无法放下的过去，可能是未了，或者是失败的记忆，或者是停留不断的生活状态。它们如同了无形的锁链，牵引着居住者的思尘一些难往，从而影响了个人的成长与未来的拓展。不仅如此，长期积存的旧鞋容易滋生了细菌，积攒了一些失去与尘埃的，成为了健康隐患的温床，进一步的侵蚀着居住者的身体活力与精神状态。定期的整理鞋柜，果断的清理掉不再穿的鞋子，不仅对空间的秩序尊重，
更是一种对心灵的断舍离。唯有清除着这些过去的负担，才能够为新的机遇、新的人际关系与新的生活节奏敞开大门，让家宅之气真正的舒畅无阻，步步生莲。说到风水，年长一辈的人往往格外的上心，视其为家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法则。他们相信一屋一宅皆有气场，一桌一椅绝有方力，举头之间携有天地的一些能量息息相关。相比较之下，年轻一代则多特别表示重态，长期归为是迷信或者老古董的那一套，认为现代生活讲究的是科学或者是功能与审美，风水之说不过是心理的安慰。然而家从来不是只是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，更是我们的身心居的灵活稳定。它承载着日常的喜怒哀乐，温藏着亲情的交暖，也交替着一些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运势流转。从每一个角度看，风水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空间、气流、光线、动线与人心之间的协共协的一些古老的智慧。它不玄虚，也不神秘，而是千年百年人们对何为一所的知的一种考验。尤其是家庭的风水，更被视为是藏风聚气、纳福影响的关键所在。一个家的气场是否顺畅，步骤也比较特别的重要，物品摆放的是否合适，都会在无形中影响着居住者的健康、情绪、人际关系乃至财运与事业。正如中医讲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风水亦讲究气通则运通，气滞则带滞。家中长时间的堆积了一些乱气或者是难过的事情，则好运难入，厄运一生。所以真正懂得生活的智慧人，无论是年岁几何，都会对家居风水保有一份的敬畏之心。尤其是那些经济条得有余的家庭，往往更注重的是风水布局，不是盲目的迷信，而是将风水视为了一种提升生活的品质，调和家庭的气氛，替我们在风险的系统性别。他们在装修设计之前，便请了专业人士，调整了一些方向，规划了动线，甚至连家居材质、颜色搭配、灯光亮度都能够去取得更完美的平衡。在众多的风水讲究中，有几样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到家里的。它们看似寻常，实则暗藏着煞气和负能量，一旦长期的置于家中，则会扰乱气场，使人心神不宁，重则招惹是非，破财运损，影响了家庭的和睦与子孙的前程。这些物品绝非是松言所听，而是被历代风水师反复的警示，被无数的现实案例印象的家居禁忌。具体就是以上的几种东西，家里面一定不能存放，不能用的东西就丢掉好了。但是从我们的传统风水学的角度推演，往往包括了一些破损之物、阴气重的板件，或者是尖锐的利器，或者是一些脏东西等等。所以我们别再轻视了风水的力量，它不只是让你烧香拜佛，也不是强迫你改变生活的方式，而在提醒你，一个家的气质决定了住在里面的人的命运与走向。清理不该留的东西，调整不合理的布局，保持空间的整洁与通透，本质是一种对生活的郑重与对待，对家庭的责任担当。家是根，风水一些滋养的环境，土润则是根，生根则茂，则愿每一个家庭都在明亮的光线中看见气运的流转，在安静的角落里感受到能量的沉淀。不必大求大贵，但求平安顺遂，不求风水改命，只愿用心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家里的一些东西不能摆放的小视频小故事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